Hello，Amy，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原本的是做纯纺织民生的用品，怎么会现在开始改做这个救命救人的事业呢？应该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就是以前的话，我们主要应该说这两个体系来讲的话，它的主要核心都没有变，它其实都是用金属放在我们的纱线里面，然后把它制成我们想要的产品。那如果放在民生上面的话，我们发现它可以释放出远红外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这个部分都有在三军总医院去做一些临床，然后甚至我们有发表一些 paper，证明它可以达到缓解酸痛或是促进血液循环效果。但我们把这个配方的时候，我们去做了调整配方，本体技术不变，但是我们把它做不一样的设计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纱布上，就发现，它可以让我们的 Zeta potential 变正，就是在止血的过程中，其实在大出血的时候，其实血液是带负电的。那我们的正常的长止血的材料不是高岭土就是凯特森，那他们都其实是带正电的。那我们发现，添加一些部分金属，要维持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可以让这个 Zeta potential 正电变得更正，那它就会形成我们的 blood clot， 就是我们的血痂的部分。只要血痂够稳固，然后呢，它的效果就会止血效果就会越快。那所有每个成人的部分大概只有3分钟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3分钟黄金时间，很快速的止血，然后挽救每一个生命。所以其实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从纺织跨到生技，跨到止血，其实对我们有我们本质的核心还有本质的技术并没有任何太大的改变，反而我们就是一贯初心，持续努力，那希望可以达到 Vita Venus， 就是 saving lives everywhere。Anytime for everyone。那请问 Amy，就是在国际市场的考虑下，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全世界到处都能做？目前我们只有 focus 在2个很大的市场，一个就是亚洲，那一个就是中东。那为什么以这2个市场为主呢？因为目前大概我们去 FDA 这个 database， 大概稍微查了一下这些资料，大概目前全世界10个制造厂商，除了有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印度，那剩下2个是在台湾之外，剩下全部都是遍布在欧美国家，不是在英国就是美国。所以其实以亚洲地区，不管是我们现在在日本这个 Bio Japan， 或是在我们的中东，或是我们最近接下的菲律宾跟越南，其实他们都没有相应的资源，然后会变得相对的比较被动。那如果我们在这些国家拥有 always 它的 Plan B 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很不可磨灭的地位。好，谢谢 Amy。